在今天的室内育苗不可忽略的5个事项中呢，我们将给大家来讨论育苗土壤的选择以及消毒。今天的视频呢将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我将会给大家介绍我自己常用的一些育苗土以及育苗基质。第二点呢，我将会给大家介绍冬季室内育苗如何来消毒土壤。最后一点呢，我将跟大家一起讨论怎样自己来配置育苗土壤。您也会了解到市面上卖的这些不同的花盆土能不能用来育苗。今天是2022年的2月7号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呢，我们已经进入了该育苗的时候了。下面呢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常用的育苗基质。嘿嘿 ，Maidens， 你怎么躺在这儿的？你压得上我怎么给大家看呀 ，Maidens？ 你该出来了吧？哎，Maidens，OK， 快起开。他不愿意动，我们不管他了。我特别喜欢这种育苗盒。他起来了，我们看看啊。Maidens， 走开。OK， 这个呢，这个盒是72个。他不愿意让我动。OK， 我不动了。OK， 你待着吧。这个小的是大的一半，是36个。OK， 我离你远一点啊。这是36个，这个呢非常方便，你把种子种进去，这个种子大了以后，你就可以直接移在地里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上面它有这个盖子，有个盖子可以保湿。这是去年买的没有用，今年呢，因为我用的这种带盖子这种，这个保湿呢效果比较好，而且它苗子可以长得比较高一点。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介绍的。我们再看这个啊，这个呢就是先看这个。这个 Home Depot 有卖，这也是育苗的，这是小一点的，你就可以放这种小盒子里头。这打开呢也很方便。这个小的呢，你就用水一泡，它就会膨起来，把种子放上去也非常的好。跟这个公司一样的，我也喜欢这种土，这是1个 cubic feet。这种土呢，就是泡上水以后，它也会膨大的，也非常好。但是价钱呢稍稍有点贵，我记得是38美金。我们再看这个哈，这个也是育苗的一个基质，像一个小砖头一样，你拿回来以后呢，就放这个桶里，一泡水它就膨大了。然后呢，可以放这种盒子里，这个盒子是纸盒子，非常方便。移苗的时候呢，你把它掰下来，苗子不需要往出取，就可以直接当肥料，就慢慢就可以吸收的。我们再看这种，这也是有机的育苗土。这 company 这个土也是非常好的，它是有机的。大家有时候问这2个土到底买哪个好，价钱呢差不多一样的，但是呢我更偏向于这种土。你看它里边已经加了一些肥料，大家拉近了看看啊，它 enriched with plant food， 它已经加了一些育苗比较合理的一些营养成分。我育苗呢很多的用这种土。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看看我的这种育苗盒，它保湿，你看这里面的是蒸汽。这个呢，你要觉得太湿了，你可以把这个口打开，它有2个这个通风的。打开看一下哈。这个呢是我前2天种的紫色的花椰菜，我同样的种子我种到了普通的这个育苗土，就比这个出芽晚出将近3天，这个确实比较好，但是呢就是稍稍有点贵。就这一套，它有盖子，有里边的这个泡沫这个小眼儿。底下的盘子，这一套呢60美金。它这个盖子呢，就是你不像这种的这个盖子呢很浅，这个育苗盒的盖子比较高，就是你苗子可以长得比较高，都可以继续再用。这个有不同的大小，我看这是多少？2、4、6、8，这一盒呢是60，可以育60棵苗。这种盒子呢大一点的可以育40棵苗。买来盒子呢没有带里边的这种育苗的基质，你要自己买。这个基质呢就根据你买的这个 trial 的大小，有大有小。这种呢就是大一点的，就是我上面那个大眼儿的这个盒子里用的。这个呢就小一点。这个盘呢它可以反复的用，你苗子育好了以后呢往出取非常容易，底下都有眼儿，手指头进去呢往上一捅，它就出来了。移栽的时候呢非常容易，它这个特别利于这个根的生长。这个呢今年呢我用的比较多一点，今年我买了3个盒子。
它这里边不知道有什么东西，这个猫咪特别喜欢，no no no，我盖死不盖，这个猫咪就给我啃了，你看这都是它给我啃的，要小心，它啃了这个没关系，把我这个蔬菜啃了就麻烦了，赶紧盖上。就是这个保湿呢比较好，放回去。有关于育苗的土壤基质以及育苗盒的选择呢，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么多。下一步呢，我们来看看育苗土壤的消毒。我上面这些苗子呢，是元月22号就开始育苗了，那么一直到5月中旬，将近4个月的时间。你4个月的时间，这些土要是直接买来用的话，都会长毛。这是我们市面上最常见的育苗土，通常呢我们直接可以用。但是呢，我去年育苗呢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，比如像茄子、辣椒这些苗期比较长的种子，你等到1个月，这个土呢，有的就发绿，还有的上面长白毛，就说这个土里呢，它有真菌或者是细菌。所以对于这些苗期比较长的种子育苗呢，我一般都要把这个土呢用开水烫一下，给它消毒一下。这是一个钢盆，我种菜用，大家切记不要用塑料，塑料高温的时候里边的有害物质它会分解出来。这个呢是我们刚烧开的滚烫的开水，我们就倒在土里，这样你就把它大部分的细菌、真菌都可以杀死。让这个土呢都泡在开水里头，这样的话它细菌基本上都死了。自然晾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了。最后呢，我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如何来配置育苗土。育苗土呢，就这个 Jeffrey Company 这个土呢也是非常好，非常松软的。这是12个 QT 版，这一袋子是7美金。同样的体积你自己做呢，就花2美金多一点点。下面呢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育苗土壤的配置。最常用、最经济实用的配置方法呢，就是2种基质，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见的 peat moss， 中文翻译过来泥炭藓，另一种呢就是蛭石。它的比例呢就是泥炭藓呢是6份，蛭石呢放1到2份，就是6:1或者是6:2的这个比例。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peat moss， 也就是泥炭藓。它是从沼泽中收获的一种有机物质，它具有海绵状的质地，具有非常好的保水作用。大家在用 peat moss 育苗的过程中呢，一定要注意它的酸碱性。刚开始种菜的时候呢，我犯过非常愚蠢的错误，就把这个 peat moss 拿来直接来育苗，结果呢一个苗子都没有出。后来才发现，一个呢就是它含水量太大，最主要的呢就是它的酸性太强。所以我们大家育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能单独用 peat moss 来育苗。顺便与大家分享一下啊，这个 peat moss 在这个 Lowe's 卖呢，3个 cubic feet 呢才是12美金。13美金，这是我发现的最便宜的 peat moss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一下蛭石。蛭石呢，它是一种矿物质，通过高温加热以后而产生的与泥炭藻类似的一种物质。它呢，有助于介质保持大量的空气、水分和营养物质，所以呢，它比较有利于种子的发芽和生长。买蛭石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看清楚，蛭石呢分了好多等级，我们用来配置育苗土，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细小的颗粒的蛭石，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。最后呢，我还要啰嗦几句，市面上卖的这种盆土，大家最好不要用它来育苗。我有过亲身的经历，用这种土来育苗的话，发芽率非常低，甚至不发芽，因为这种盆土里的肥料太多了。OK， 今天的视频呢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您要觉得我的视频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打开视频下方的小铃铛，这样呢您会及时的收到我更新的新视频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猫咪也累了。Hi Maiden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, mommy love you. OK， 拜拜。